大家好，佛手瓜又到了大量开始挂果的时候。今年我多种了2颗，因为缺少地方，就和豆角套种在一起。所不同的是，自己留种的佛手瓜是带刺的，而新种植的1颗却发现是不带刺的绿皮瓜。坊间一直有一种说法，认为带刺的佛手瓜是因为采摘过晚，所以老了，外皮粗糙，口感不好。可我的经验告诉我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。你看，这刚刚成型、拇指大小的佛手瓜就已经浑身带刺了，随着体积的增大，尖刺也就会更加明显。佛手瓜属于葫芦科，原产于中美洲，如今已经有20-30个品种。它最初的原意就是多刺的葫芦，所以我认为带刺的品种更接近于原生的状态，也就是传家宝佛手瓜。带刺的佛手瓜外皮颜色呈青白色，更接近于白色的佛手瓜。而无刺的佛手瓜外皮更加深绿，通体光滑。这就是为何我们在市场上基本上只能见到无刺的佛手瓜，因为它便于采摘、储存和运输，所以人们会培育无刺的品种，让其商业化。而带刺的佛手瓜最好要戴手套采摘，如果是赤手就要特别小心。对我来说，带刺的佛手瓜质量不仅不会差，反而更加鲜嫩，口感更好。刚刚摘下来的佛手瓜甚至可以生吃，做成沙拉非常的爽口。所以说，带刺佛手瓜缺少营养、口感差的传言并不可信。但是为何我们自己家庭种植的佛手瓜，有时也会发现带刺的品种，但刺又非常少？这个我认为就是佛手瓜的生长特性所造成的。因为佛手瓜是异花授粉，雄花先开，单株即可结果，但附近有其他的佛手瓜也会相互的授粉。如果是不同品种的佛手瓜种在一起，很容易受到杂交的影响。这就是为何带刺的品种种过几代，刺就会逐渐的减少，甚至消失的原因。甚至于当年后茬的果实就已经没有刺了。所以在专业佛手瓜的种植农地，在方圆几公里之内是不能种植不同品种的佛手瓜的，不然很难保证品种的纯正。佛手瓜的品种总体来说会分为深色和浅色，有刺和无刺，而我更喜欢有刺的佛手瓜，所以每年都会尽量保留原种。感谢您的收看与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